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我们这几天在蓝屿玩，我们在享受好天气，我们在潜水啊，玩丽江，去很好吃的。但是今天的影片，我会去访谈一个人，他是一位在蓝屿工作的医师，然后最近上了新闻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。黄医师你好。你好。我听说你在蓝屿已经3年了。对。你可以分享一点关于为什么在蓝屿这么久，然后在蓝屿做什么？我是医生，对，我在这边卫生所工作。OK。然后是当公费医师。所谓的公费医师，就是你在念书的时候，你不用缴学费，就是政府让你念医学系。但是你就是毕业之后，你要就是去没有医生的地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选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是拿到专科执照，我是急诊专科的，对。然后拿到专科执照之后，就因为这边缺医生，没有医师也不够，所以我就打电话说，是不是不够，我要过来这样，然后就过来了。OK。第一年刚到蓝屿的时候有什么心得，有什么感觉？第一年前半年都在适应。OK。譬如说，因为这边很大部分的居民是达悟族，原住民，所以就他们有自己的文化，还有禁忌，还有他们的人的个性，还有讲话的方式，还有语言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刚来的时候在学，我学他们的语言，对，然后就是抓怎么跟他讲生病这件事情。他们因为文化的关系，他们很久很久以前是没有医生，没有医院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船跟飞机，他们生病是祷告，他们很信上帝嘛，所以一开始在抓怎么跟他们讲说，吃药可以帮你，或者说你这个病是需要吃药的。台湾离岛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感觉，就是生活很轻松。有很多人也是想来离岛打工度假，对，但是感觉到你的工作没有这样的轻松。对，因为有很多人会问我说，他也想在这边当护士，他也想在这边当医生，然后问我说怎么过来。他觉得在海岛工作是很 relax 的，很开心，没有不开心，可是很忙，非常忙，尤其是观光季的时候，真的很忙。对，我就是每天都在上班。OK。看诊，然后去部落里面看，因为老人家不能出来，对，有时候行动不便，所以我们一天看诊24小时，半夜也要值班。OK。然后隔一天就是去部落看老人家。对。然后现在就加上有疫苗，对，所以早上也要打疫苗，然后还要做很多事这样。所以我在这里的时候，其实都在工作。对。然后唯一可能有周休2日，可能有一天比较有空一点点的时候，就会去玩水。OK。潜水，或者是像躺在这里休息，躺在这边。享受。我们有时候直接从门口这样冲到那个港口就跳下去。哇，这个不错哦，工作的福利。一开始比较难适应，是因为我是急诊科的，所以在台湾上班的时候，就是我只看急诊。但是这边因为就是你看门诊，它有很多很轻症的你也要看，所以在这边就是全部都看。一定有一种成就感，就是你负责这个岛，对，就是你找你的。对，我上班的时候就是我，对。对。可是有时候你成就感越大，压力会越大。也是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部电影叫做《只有大海知道》？有啊。有吗？我几年前有看到，然后没有看。我觉得非常好看。非常好看吗？可以稍微了解蓝屿的生活。然后那个男主角的生活好像也有一点点像你的经验，就是来到蓝屿，然后要开始工作，然后要适应。如果大家没有看到这部电影，可以去看。推荐。这边其实有很多外地来工作的人，那一开始也都是要适应嘛，对，就看个性也有关系。也有人一来就是每天都一直哭这样，就说我要回家，很多，对啊，很多，就是因为这边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会风倒，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船跟飞机都没有。这个我知道，我2年前在这边困住两三天。困住2、3天，对，就困住了。然后
可能 Seven 都被卖光，也没有对你要自己煮东西啊，然后你没有机车，你也没办法行动，然后你从这里要去一间 Seven 要骑大概15分钟。对，我想问，那你有适应大概就自己调试大概多久？半年。半年。其实我不觉得这里生活很辛苦了，主要是跟医病关系适应比较久，跟岛民的相处会适应比较久。因为一开始我用医学中心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很生气，因为我担心他生病嘛，对，我会跟他教育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啊，你要吃药啊，你要什么，他会觉得我在诅咒他生病这样，所以他会生气，他会骂我，对。然后跟他们文化跟背景有关系啊。然后因为医学中心就是这样嘛，你什么病我就看你这样，跟你不太有什么感情。OK。对对。可是这边不一样，因为你会在这里待很久很久，你会认识他们，所以久了之后就会有感情。然后如果他真的生病，然后他发生事情或是他过世了，会有一点很惆怅啦，就会觉得之前他来的时候我们打招呼，他会送我很多鱼，送我很多菜。对，然后巡回的时候看到老人家，这样都会跟他们聊天、开玩笑的。可是他们生病之后，你就会心情会有点不好了。对。你刚刚提到你有学一些当地的语言，可以教我是吗？好用的。好用的哦。好啊，就是最简单的，就是你一开始来，你一定要学打招呼。所以像我们说的你好，你好吗？早安、晚安这种，你可以说。阿古盖，对，看到当地人就说阿古盖，这样是打招呼的意思。然后如果他送你东西，或者你要跟他讲谢谢，可以说阿尤伊，对，阿尤伊就是谢谢，谢谢他载你去机场，你说阿尤伊这样。好，那你叫黄医师讲到，讲几句刚刚的。我会Bonjour。哦，你会 Bonjour， 只会这个。那谢谢呢？Maxi。已经学了，已经会。只会这个。哦，你可以学，我是医师。哦，好。Je suis médecin。médecin。其实你很会说他的口音。Je suis médecin。所以你最近上了新闻，本来是因为要推广，就是建议一些在兰屿要注意到的事情。后来好像媒体有一点专心到你分享比基尼的照片。对，其实那个宣导啊，我每一年都发，只是就是看的人不多。对。Okay. 然后今年我就想说，好，就来发个比基尼。好的主意。成功了。对，然后我就发，然后就变这样了。OK。所以原来的文章是你分享30个要注意到的事情。一些是注意安全，一些是注意当地的什么规则之类的。旺季的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卫生所就诊，然后很多意外都是稍微注意一下，或是你如果有看过，你就不会发生的。比如说这边都是礁岩，这里面有沙滩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下海的时候，很多走礁岩的时候就会跌倒，他就会受伤，扭到脚或是脚被刮到。但是如果你有被提醒你穿胶鞋，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。对啊，因为不知道的人他就穿夹脚拖，然后然后他就会受伤。对，然后就会过来这样子。只是就是一些小意外都可以避免。然后骑机车，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路况，骑慢一点，对，然后戴安全帽，可能就不会受那么严重的伤。对，了解。然后提醒他们一下，因为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嘛。所以非雨季的时候，有一些滩头是不能下去玩的。对。会被骂。对。OK。你知道，就他们的文化，女生也不可以下去。然后他们也很比较忌讳女生是直接穿着比基尼上岸，就是到部落里面走。了解。所以稍微提醒一下就可以避免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。大家有兴趣，我会在影片的下面贴这个文章，大家可以参考。OK。好，那。阿尤伊，谢谢的。不会。大家有兴趣来兰屿玩，欢迎大家来。拜拜。拜拜。我要补充一下，刚刚我们没有在录音的时候，医师有分享几个真的很可怕的故事，关于就是车祸啊这些东西，真的蛮可怕，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。在离岛中伤是非常可怕。很麻烦的，可是很贵。对，刚刚才知道直升机，如果真的很严重的受伤，直升机要60万块，
所以不要浪费国家的钱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。如果有兴趣看我们在兰屿玩几天啊、玩水啊之类的影片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这边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请你帮我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，然后跟大家说下次见，拜拜。